我第二次来翁基寨了，因为昨天呢没拍过瘾。当人们喝普洱茶时，或许很少有人知道，在中国云南与缅甸接壤的边境深山里，藏着一片几乎与世隔绝的古茶森林。这里是景迈山，中国新的世界文化遗产。千年来，布朗族、傣族等少数民族依然与古茶林共同生活。茶树生长在森林里，春在散落在云雾之间。这里不仅仅有普洱茶，更藏着人与自然共生的古老秘密。为什么景迈山的古茶林能延续上千年？茶又为何成为一个民族的信仰与命运？你好。昨天呢是逛了中午的翁基村，现在是傍晚的，看看它有不一样的故事吗？我喜欢傍晚的翁基村，它气候很舒适，而且呢没有了喧嚣的人潮游客。哇塞！收茶回来的村民，他傍晚的时候呢，就没有显得这么张扬了，他显得有一种温和的气质。大家呢都放慢了心态。你好。寨子恢复了它的宁静。在余晖映衬下的大树和屋檐剪影。小妹妹还是小弟弟？小妹妹。小妹妹。小妹妹8个月。8个月了，小妹妹。健康长大，小可爱。在傍晚的翁基古寨，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。它快到这个西山的山脊线的时候，就沉得飞快，真的是山峦起伏。景迈山。刚才大哥用那个机器吧，然后把上面这个锅的打磨了一圈，我们一家人开始吃饭了。1楼是吃饭的地方，我去找找，看看有没有杀青的。这个环节我还没拍到。翁基平清茶园，他们杀青呢，据说晚上有时候家家都会杀青。
杀青就是为了烘干茶叶里的水分，让它停止发酵。怎么有一种丽江古城的感觉呢？在这里要古朴得多。这两位帅哥就是正在杀青，站在2米外都能闻到茶叶的芳香。冷调暖调的一个结合，让画面的一个层次感非常丰富啊。现在是蓝调时光，是摄影里面的黄金时间吧。为什么晚上杀青，白天不杀青呢？白天要去采茶呀。这是中国蓝茶。哦，这位大哥刚才跟他打过照面的。大哥你好，过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古树茶还是古树茶？啊，是因为古树茶比较珍贵，所以用手工杀青。对的，因为古树茶比较贵。如果是生态茶的话，就用那个机器炒得更快，然后又不累。如果说这个古树茶的话，咱们不杀青了，直接卖茶叶的话，卖给那些收购商一斤能卖多少钱呢？今年的话，新叶1斤就120块钱，像我们嘛就自己炒，卖那个干料。自己炒自己卖的话，可能挣的比稍微多一点点啊。挣的稍微多一点。但是也付出更多时间精力啊。也更累一点，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买得出去。现在愁卖吗？这个茶叶倒不愁卖，就是价格问题。茶叶，只要价格合适，你每年都卖完。就是有些时候价格不合理、不合适，我们不卖。不想卖啊。因为这个茶叶它没有保存日期嘛。只要你放得好，你越放越好。20年、20年都没有问题。你知道像酒一样，是不是也是陈酿的时间越久，它越值钱？对，像那个我们做的那个茅台酒一样。哇，我在这里闻着这个叶子的香气扑面而来。茶青等于是把它炒熟嘛，就像我们炒菜一样，它炒熟了，然后就把它揉了，然后这个茶叶的它就不会变颜色，然后它就没有那个新鲜味，就没有这么重了。把这个茶叶炒的它更香一点。然后你揉的话，然后你这样炒的话，它是更香。然后你揉，然后炒好，然后又揉它就出来一个条形，它变成了一个条形。如果你泡汤的话，它就容易出汤。这个是生苦。我了解到，就是白茶是不经过杀青的哈。这个白茶就不用这样炒了。然后就不用揉了。不经过杀青，它的茶味会呈现什么特点呢？它的茶味它不苦不涩，它只是香，清香，因为它是自然的嘛。你这样杀青的话，它有苦味、涩味、香味，然后回甘更好嘛。回甘更好。是这样。像这个锅有什么讲究吗？这个锅越厚越好，因为这个如果锅厚的话，这个茶叶不容易炒糊了。那现在这个茶叶的声音，它就是火量，的温度比较大了。但是如果你炒茶必须要有这样的声音，如果它没有这个声音的话，那个茶是不好喝，等于是蒙的一样嘛。现在就像炒菜一样，如果你炒的菜火越大，它也比较好吃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要靠冷胀快一点，如果有些慢一点的话，就把菜炒糊了。像你这个手是不是很烫啊？一开始真的是难受。我感觉我站在这里都能感到那个热气。靠太近的话，你让我们抓的话就不抓锅了，如果你抓到那个锅的话，它就会烫手。烫手火是用柴火吗？梨柴，那个树比较硬的那种树，它炒茶的它比较香。如果像那个松树啊，你炒茶的话，火是大，但是它的温度不高。为什么有些用煤气炒茶？其实煤气炒茶是不行，苦的味道在里面，你就知道那个茶叶它的味道就跟这个用火炒的不一样。反正这个茶叶什么味就是什么味，从来都不添加东西。
像这么一个翻炒的话，要多久时间是比较合理的呢？这个要看这个柴这个烧不准。烧不准。如果是火小的话，必须时间要炒得慢，也要长一点。像我炒这个是火比较大了。啊，好。现在就进行，待会儿就进行揉捻。对，现在就揉。嗯，这个。这种炒茶的话，就是以前我们这个民族，我们没有那些机器啊，必须没有机器，必须要用这个手工来炒茶，这是他们留下给我们。然后像现在这个年代改变了，就用那个机器炒啊，那个是新一代。如果你炒的时间长，你做茶的时间长，这个是比那个机器好。如果你刚开始做茶的话，你就有点搞不懂，然后你这样做的话，这个茶叶还不如那个机器。这个要经验，要技术的。因为那个机器它比较经营嘛。昨天我住的客栈，他就是用一个很大的机器，他说是因为太多茶叶了，200-300斤，他说炒不过来。如果是那个生态茶的话，必须要用那个机器。如果像这样炒的话，你一个人一个晚上也炒的10锅到13锅左右就累了。必须要休息，因为汗出的太多嘛。来看一下这个柴火啊。回去了，路灯应该是没有路灯的，就是看那个摩托车有没有前照灯了，一般会有的，没有的话就很刺激了。住在翁基寨的一个游客还是多，像我住的芒红寨，因为比较远，在景迈山的最南边的位置，游客就少一点，但是相对便宜点。走在夜晚的翁基埔寨，怎么回去了？晚上都看不到路了。这里刚才很多人拍日落，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，有点害怕，胆子小，因为要骑，真的是一个山路啊。
还好，这摩托车它是有车灯的，这样子就放心多了。大概有好像5、6公里还是7、8公里，回到芒红寨，慢慢骑。今晚的月亮又亮又圆。回到芒红大寨了，要来昨晚吃饭的地方吃。今晚看吃个啥？今晚人挺多的。开饭了，太累了，赶紧吃吧。这一个西红柿炒蛋。这个盐放少了，太淡了，这个味道。可能是昨晚我说我是广西人，吃的比较清淡，所以老板记住了，今天就放了少油少盐。大家早上好啊，这是我在景迈山的第4天，今天我们继续探索。欢迎来到芒景下寨，今天我们探索芒景上寨和下寨，景迈山的多个村寨呢，被我逛得所剩无几了。前2天呢，我看了那棵遭震撼的枫神树，然后呢，在芒景下寨又看到一棵，但是这棵显然没有那棵那么著名，但是也不妨我们去看一下。芒景下寨枫神树。没看到呀，你走了也有。我走了都不止60米了呀。哦，看到了，哇！我感觉经过上一次那个很残忍的这个对决以后，我现在心里有点忐忑。我当时的无人机差点就炸机了，因为它回来以后，上面全是蜜蜂的尸体，真的是触目惊心。看着那个无人机，哇，这棵树真的是藏在深山里面，但是呢又不被人所知的感觉，因为不像前2年看到的那棵枫神树的话，它已经有一个观景台了，这一棵就感觉很野，就是很野生的感觉。这里连个牌子都没有，也没有所谓的这个观景台。哇！但是它的一个蜂巢呢，没有，那棵那么多，那棵好像是有90多个蜂巢，这个的话呢，应该也有30、40个。这一次更近距离的看以后，我能看到那个蜜蜂在蜂巢里面蠕动，既兴奋又害怕，我怕它们群起而攻之。那个，看啊，这棵树。这种感觉比那一次还奇妙，那种叫什么？那种发现感，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出它多大吗？我走到树下，你看，以我为参照，你就知道这棵树的树干有多大了。真的近距离看的话，那个蜂巢特别大。能够清晰的看到那个蜜蜂在蜂巢里面蠕动。如果你是有密集恐惧症的话，你会看着挺恶心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从一个大的视野、一个全景来看的话呢，你就觉得一棵如此古老的、如此这个高大的树木上面结满了这种大自然的。这一次呢，我就不准备飞无人机了。上一次教训以后，我觉得这里是你们的家园，我就不打扰他们的一个。理论上这里应该拍个10分钟差不多了，但是我静在这里有点流连忘返，
因为这里处在森林里面，然后也没有游客，他们的这种存在似乎是独独演出给我看的一场大自然的奇迹。而且你变换角度以后呢，你能看到各个方向的它的树枝上、树干上都结满了蜂巢。而且呢，有一个那个地方有一片是玉色的，就是乳白色的，一枝独秀的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继续出发，能够听到鸟叫声，还有我的脚步声，这就是处在深邃的山林里面的独有的这种生态环境感。我身后这棵树呢，被称为是公主榕，据说是七公主的头发画成的。因为它的造型非常奇特，所以景区本来也没有把它纳入成一个景点哈，但是游客很喜欢，我是在抖音上看到挺多的，所以呢，它慢慢的也被人成为一个打卡的对象了。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。挺有意思的。在公主榕旁边有一个功德碑，这里是芒井上寨。从它侧面看又能看到不一样的视角，它还不是一棵榕树哦，它是2棵榕树的一个结合体。这里一棵榕树，这里也有可以一棵榕树，它缠绕在了一起。我是住在下面的芒红大寨这里，然后呢，到这里就到了芒井下寨，这里就芒井上寨。往这个地方是往翁基方向，往若干寨方向的。介绍一下，芒井上寨位于哀冷山西麓，依山势而建，被古茶林包围，海拔1420米到1500米，处于雾线之上。据村民口述，井迈山5个布朗族村寨和哀冷山的布局形如大象，芒井上寨选址于大象背部，因此芒井历代世袭布朗族头人均居住于此。这里有一个消防大队，我每次路过这里都能看到他们在训练。消防的意识在井迈山是凸显得很明显的，到处都能看到消防的一些。I love talking on the phone, but hey, just can't wait to have you home. 这里是祭祀茶主呼唤茶魂布朗茶主节文艺晚会。这里是一个叫布朗族茶魂台。布朗族是最早发现茶叶并种植茶树的民族之一，其茶文化历史光辉灿烂且源远流长。布朗族茶魂台是布朗族茶人的精神图腾，族中举办大小祭祀活动都要祭拜茶魂台。我来这里是看帕爱冷寺的，来到这里还挺有收获的，能够了解到布朗族人跟茶的一个历史渊源。在布朗族人的生活中呢，茶可以说是他们生活的一个中心，是他们生活的信仰，主要是跟布朗族的先人帕爱冷有关。可以看到这位雕像的他的一个头巾上面呢也是一芽两叶，到处都在呼应着采茶这个主题啊。它下面呢有大象、莲花、糯米粑粑，是一个茶叶做的一个葫芦形状的一个造型。这里就是茶主庙了。那一位高大伟岸的雕像应该就是布朗族的先民，叫帕爱冷。
是他在景迈山这个地方安营扎寨，发现了茶叶，并将茶叶发扬光大，成为他们的子孙后代享用不尽的，然后呢千古流传的一个财富，也就是在景迈山5片古茶林。这条狗对我挺友善的呀，既不吼我，也不会来追我。看，这是布朗族的一些生活方式，布朗族与茶之传说，就要文言文功底啊。在很久以前，布朗族的祖先艾帕冷带领族人在云南南部的大山和雨林中生活。他们最早靠打猎、采集为生，后来逐渐学会了种植农作物。传说在三国时期，诸葛亮南征来到这里，把茶叶带给了当地人，用来驱瘴气、防疾病。从那以后呢，茶慢慢成为了布朗族最重要的东西。布朗族世世代代生活在南长江两岸的森林里，和傣族的民族长期往来。据说艾帕冷还迎娶了傣族公主，带来了耕种技术、文字和宗教文化。后来随着茶叶贸易兴盛，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到这里，布朗族也因为茶而繁荣起来。茶不仅是饮品，更成为他们生活、信仰跟文化的一部分。直到今天，布朗族依然会举行盛大的商康节祭祖，纪念祖先发现和种植茶树的功绩。他们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早种茶、爱茶的民族之一。好幽静啊，这里。好嘞，咱们继续出发。像布朗族的一个屋檐下装饰的造型符号就是一芽两叶，他们采茶呢也是按照一芽两叶、一芽三叶去执行的。这里有一条金的犀牛，山古茶林。古茶树，这古茶树长得像灌木一样高大。像如果生态园的小树呢，它就没那么高大。他们保护古茶树的一个方式就是，你像生态茶的话，它是1年4季，只要茶叶长，他们就采。像古茶树的话，它是只采春季跟秋季，夏季不采，是为了保护它。林下茶传统种植方式。走在爱冷山古茶林里面，一个大的乔木倒下，把一些茶树给压到了，我像爬山一样，也没有路标指示公主坟在哪。哦，看到茶魂台了。这里有一棵很大的古茶树，普洱茶。这棵就是茶魂树呢。景迈山布朗族每户茶林一般都有一棵茶魂树，附近埋有一根神桩，旁边栽种仙人掌和鸡蛋花，并以祭祀竹篮为祭。按族人说法，每新开发一片茶林都需举行仪式后才能摘下第一棵茶树，称茶魂树。茶魂树标志着这片土地有灵魂、有主人、有祖先护佑，任何人不得私采茶叶、乱砍乱伐。至今，布朗族每年采摘春茶前都会先对茶魂树进行祭拜。我就说这棵茶树这么大，原来是大有来头的。会种有仙人掌跟鸡蛋花，那个是仙人掌嘛，一根神桩。采春茶呢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每年的
2月份到5月份，一般5月底会采完。景迈山古树普文南。我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地，它是用一个竹子插在地上，然后把这个叫气根吧，或者叫树枝插到这里面。我猜的应该是引导它向下扎根。奶奶你好，采茶叶呢？采茶叶吗？我去看不说。今年不长了。茶叶不长。你去那对？你一个人？对，一个人。哦，现在只有84了。哦，还能上山采茶。挺好哦。理论上这些茶都采完了，可能奶奶是捡漏。看到几只鸡在这里，也太安逸了吧！在阳光斑驳的这个茶林里面，那这鸡是不是得多好吃啊？有茶香。景迈山现在有5片古茶林，茶树超过120万株，其中树龄100年以下的占多数，100到150年的占9.8%，150年以上的占0.7%。哀冷山古茶林呢，就是前面提到的5个古茶林之一，这里的总面积约441公顷啊。哀冷山呢是景迈山布朗族的神山，每年4月对布朗族茶主爱怕冷的祭祀就在山顶的茶魂台举行，他的妻子七公主的坟墓呢也位于该山。在芒红大寨住了4天了，还没在芒红寨子逛过。在临走之前，到处走一走。家家户户真的是都有很完备的制茶工具机器。这个是一个自动杀青的机器，把茶叶烘干。过去呢，没有这些机器的时候，都是通过这个去用炒锅手工去杀青的。杀青以后呢，就进行揉捻。现在揉捻呢也是自动化了，2个自动揉捻机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古茶厂，也是堆放着各种制茶的一些器具。这因为是早上嘛，很多村民呢都去采茶了，所以村落显得略显清静。在尾雕的一些茶青，这个就是用那个，就不是用柴火了，看样子。芒红大寨，果然它是一个相对大的一个寨子。这个寨子真的很有那种边村，就是边城的一个寨子的感觉，处于边境的一个与世无争的一个寨子的感觉。遗世而独立。下面看看那些老房子，
人好少啊，真的是早上这个寨子就像是个空寨一样，在这种以茶为业的一个村寨里，然后又是采茶季啊，村民呢大早上就去采茶了。都没人了。这棵什么树呢？它上面结了像是枇杷一样的，比枇杷小点的黄色的果子。房子装上了玻璃，还是2层的木结构房子，但是是用现代化的这种玻璃材质做的。像这个都已经改成砖房了，感觉住砖房更有安全感一点吧，它防火的这个功能会更强。这边到处都能看到这种，竟然看到一个卡车，是到车厢里面装了水果蔬菜，然后走街串巷的去向村民兜售。这个房子就属于是芒红大寨相对古朴的了。不是鸭子，下坡一时爽，上坡就苦了。像景迈山的村寨呢，大多是依山而建的，所以它上坡下坡是家常便饭。在这里呢，会很少看到电动车哈，大多数都是用这个汽油的摩托车，因为它爬坡能力会更好一点。有时候这些陡坡呢，电动车根本爬不动。加油怎么办呢？其实是有一些商店哈，他偷偷呢，他知道不合法，但是他会从加油站，然后呢用瓶子、用水桶装到店里面，然后有一些村民呢就去到他的商店里面加油。这是有，特别是对于这个防火很重要的，在景迈山来说，它的一个安全隐患就更大。这个房子是新老结合了，那它这一半呢是老的，你能从木头的纹理能看出来，这一半呢就是新的，它进行了一个改造成1楼，不仅过去1楼是放置杂物、养殖家禽的，像1楼它也做了隔断，然后做成茶室，甚至是卧室。他们都是没有大门的，也是开放式的，但是里面的隔断是有一个小门这样子，都是制茶的一些工具啊。玉米。它是有消防的作用的，消防小缸，一部分的家庭里面会有这些消防水缸。这是长台，用来晾晒衣物，堆放一些杂物。这是开放式的一个房屋啊，这又有一口消防水缸。勐海县福元昌茶厂，普洱合力茶叶机械有限责任公司，重量2400公斤。可以这理解成这是一个制茶的车间了。都是很现代化的机器呢。腊肉哦，那个是花椒哈，用花椒腌的一个猪肉，小鸡、小鸭。好笑，好笑。后来
应该是把一部分的树干给切开了，建了这么一个屋檐。这些从山上砍下来的柴火呢，很可能就是用来今晚杀青用的一个柴薪。这个房子和我们汉族的一些楼房就有点像了。古树白茶进行萎凋的过程。哦，这就是做好的茶叶。这个车间还挺大的，感觉有200平方米。在地上晾晒的茶叶是进行萎凋，它就是萎凋以后就是白茶，它没有经过杀青，也没有经过这个揉捻，光是自动揉捻机都有3个。一个大的自动杀青机，还有这2个位置得天独厚的炒锅，有一个这么好看的一个山景哈。不仅房子里面没有人，连路上都很少看到人。哇，这里有一个阳台，这户人家这个地理位置一绝呀！哇，的天啊！这个阳台如果做成一个民宿，卖个几百块钱、上千块钱都。养了一些花花草草。这里又有一个这种居高临下的一个风景，真的很好。如果它太阳不晒的话，黄昏时分哈，坐在那里读书、喝茶、吹风，哇，太惬意了。哦，这里好香呀！在做菜了，因为现在中午了。香秋，双水。啊，双笋。对呀。双笋炒鱼啊。对呀。闻着好香呀！下一点开水焖它哈。对。还放了花椒。对啊，花椒、辣椒，姜蒜，还有一种柠檬叶。也邀请我吃饭。一位大哥告诉我，这里也有一棵茶渚树，我去找找看。哦，看到了，芒红茶渚树，芒红大寨的茶渚树，在每年采春茶之前呢，村民会来对茶渚树进行一个祭拜的仪式，祈求这个茶主的一个保佑护佑，因为他们布朗族人相信茶树是有茶魂的，是有灵魂的。这里也有一根消防水缸。村子里还有一个卖炒锅的，杀青炒锅的，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还有卖自动杀青机的。这边是自动揉捻机。茶叶揉捻机在房子的边上呢，这个是生态茶，就是人工栽培的，可能树龄几十年的一个茶叶。挺碎的沙沙声。